想要了解 AI 绘图，但是不知道该从何开始吗？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从最基础的开始呢，一步步的深入了解现在最夯的 AI 绘图机器人 Midjourney。我们的 AI 深入教学影片已经来到第2集喽。上次呢，我们已经有提到过 ChatGPT 的使用方式，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讲一下 Midjourney。这2款机器人呢，可以说是相辅相成哦，一个是处理文字，然后一个是处理图片。所以呢，今天除了介绍 Midjourney 之外呢，我们后半段还会结合 ChatGPT 一起使用哦。那这2大 AI 碰在一起呢，真的是可以蹦出非常多的火花哦，然后用途呢也非常的广，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Midjourney 是什么东西，又要如何使用它吧。那 Midjourney 主要有哪一些用途呢？我们简单区分几个比较大的商业用途，例如说平面设计、游戏美术设计、电影或者是动画的美术概念图，或者是拟真的摄影照片。例如说商业设计的部分 ，logo 啊，或者是网站设计啊、包装设计都可以使用 Midjourney 先设计出草稿。那你会发现呢，这个在荧幕上面的有一些图片，这些很像英文字的内容，不知道在写什么语言哦。这是因为 Midjourney 它没有办法生成有意义的文字内容哦，它可以消化我们送出的这些文字指令，但是它不能像 ChatGPT 那样子产出文字的内容。不过这个部分也是非常好解决啊，就是用一些第三方的 App 或是 Photoshop 把它修掉就可以了。那再来呢，我们看到游戏美术的部分哦，现在非常多的游戏公司也开始采用 AI 在生成游戏概念图。画面上面呢，大家看到就是例如说人物设计啊，或是游戏的环境设计作为范例哦。那如果再搭配 ChatGPT 来写游戏的程式的话呢，这个生成游戏的过程真的会加快非常的多哦。那另外呢，这个 Midjourney 也可以生成，例如说像是动漫风格啊，或是电影风格的画面。例如说在荧幕上面这些图片呢，就是用电影画面这4个字的关键字生成的图片哦。当然里面还有加一些其他的元素，才会产出这样子的效果。那再来呢，使用 Midjourney 也可以生成一些有创意的图片哦，例如说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在路边滑手机啊，或是猴子大闹办公室之类的比较戏剧性的场景。所以从现在开始呢，就算你没有艺术天分，也可以透过简单的指令来画出你脑中的想法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从最基础的操作来带大家看一下要如何使用 Midjourney 来生成图片哦，就是要怎样对这个 AI 机器人下指令。那我会介绍一些必要的格式啊，还有我们所需要输入的内容。那另外呢，我们会讲到一些很重要的 Midjourney 设定哦，像是创作的模式啊，或者图片比例等等的，这些都是一些非常重要的元素哦。那当然最后呢，我们还会介绍如何结合 ChatGPT 让 Midjourney 产出的图片效果更好。那首先呢，我们要讲到 Midjourney 这个 AI 模型哦，它事实上在做的事情呢，就是将我们输入的文字内容呢转成图片。那与其说是作画呢，其实整个过程更像是在下关键字啊，或者是在写程式。像这边呢，荧幕上面大家看到的这个 prompt 栏位呢，里面就是我输入的关键字哦。Midjourney 就会将这个栏位里面我写的东西呢转换成图片。例如说呢，这边我给它的 prompts 就是在办公室跳舞的猴子，那后面的1980呢是我指定的年代。那这样子送出之后呢，它就会展出下面这张图片了。那再来另外一个例子呢，就是我的 prompts 栏位里面写的是使用智慧型手机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它就会产出下面这个图片给我。不过呢，这简单几个字 AI 是不可能立刻就产出我们心中理想的完美图像的。所以我们今天除了快速的基础教学之外呢，还会教给大家 Midjourney 的一些进阶使用技巧哦。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到 Midjourney 的官方网站。那它跟 ChatGPT 一样呢，都是网站式的哦。只要你的手机跟电脑呢使用网络浏览器就可以直接使用。那 Midjourney 的官网会连到2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哦。第一个呢，就是实际使用 AI 作画的生成区，也就是右边的这个按钮。那第2个呢，是左边的展示区哦，就是任何你用这款 AI 生成的图片呢，都会同步展示在这边。那我们分别点进去之后呢，左边这一格就是刚刚官网展示区点进去的样子。那里面呢就可以看到你的作品啊，或者是别人的作品，就是可以在这边欣赏一下大家的成果，就是互相较量一下哦，也有点像是画廊的这种感觉。那至于刚刚官网右边点进去的生成区呢，就会进到这样子一个 Discord 社群。那如果大家不清楚 Discord 是什么东西的话呢，稍微跟大家解释一下，它是一个结合通讯软体跟论坛的平台。那 Discord 一个最大的特色呢，就是上面有非常多的机器人哦，大家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面呢跟这些机器人互动。那甚至呢，你也可以自己在上面设计机器人哦。所以呢，我们今天要讲的 Midjourney 这款 AI 呢，其实就是在 Discord 上面的一个机器人哦。那这边呢，要告诉大家一个坏消息呢，就是 Midjourney 目前是暂停提供免费试用的。据官方称呢，是因为遭到滥用哦。那至于他们也没有提到说什么时候会恢复这个试用的部分。那至于 Midjourney 价格的部分呢，我们等一下也会更详细的提到哦。那我们现在
在呢，再回到 Midjourney 使用的部分哦。当我们加入 Discord 之后呢，在左边看到有一排列表，那这个叫做频道列表。那之前还有免费试用的时候呢，这些人是只能在有 Newbies 开头的这些频道创作。那正常状态你会看到这边这个区块呢，就会一直往上刷，因为大家就是在同一个地方创作这样子。那至于付费版的部分呢，就可以拥有自己的空间，不用跟大家挤在一起。至于怎样可以拥有自己私人的空间，我们等一下也会讲到。那要开始绘图呢，就到下面的这个输入栏呢，跟机器人开始对话。那下面就是你要跟机器人对话的时候呢，你要在输入栏先打一个斜线哦。那接着呢，它就会跳出像这样子一个表单。那这个表单呢，就是机器人的功能选单哦。我们看到的第一个选项呢，就是斜线 Imagine。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们要使用的 AI 绘图的功能哦。可以直接点击这个项目啊，或者你在电脑上面按 Enter 就可以直接把它叫到这个输入栏里面了。然后把它抓到输入栏里面之后呢，在 Prompt 后面这个空格呢，我们就可以开始来输入我们想要创作的内容。那我们可以输入哪些东西呢？这是一门超大的学问，就是现在呢，甚至已经有 Prompt Engineer 这种职业出现了。因为背后其实你就要开始了解这个 AI 它消化文字的方式哦，哪一个文字放在前啊，哪一个文字放在后，其实都会影响到你最后的结果。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就是 Prompt 设定的几个大方向，我们一个一个来稍微讲解一下。首先呢，是你的主题跟背景。那主题呢是一定要放在最前面的哦。假设呢，我想设计一个新的迪士尼公主，我就来形容一下她的外表。那除了外表之外呢，她正在做怎样的事情啊，或者她在怎样的场景跟环境都可以形容一下这个部分。那这边呢，我们看到其实都是全英文哦，因为用中文输入进去呢，其实 Midjourney 听不太懂。那我们等一下呢，也会稍微讲到另外一款Midjourney 的双胞胎，它是听得懂中文的，但是使用方法其实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大家可以先听完这个部分。那再来第二个部分呢，就是风格和媒介，就是可以形容一下这个画作或是图片想要走怎样的风格。它可以是一个或者是多个艺术家啊、漫画家、导演或是插画家的名字，例如说迪士尼啊、宫崎骏风格啊，还是梵谷啊、伊藤润二等等的，都可以直接填进去哦。或者是你也可以填入更大范围的风格，例如说印象派画作啊、抽象艺术等等的这些名词呢，都是可以加进去的哦。再来呢，你也可以填入指定的艺术媒介。那艺术媒介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想要生成一幅插画呢，还是一个平面设计图，或者是摄影照片呢，你都可以指定。最好玩的就是照片的部分，你还可以给它相机型号啊，或者摄影师的名字作为参考。最后呢是颜色及光线或者是氛围感的形容词，例如说电影打光啊、下午的阳光啊、产品打光等等的。那氛围感的形容词，例如说怀旧感啊、1980年代啊、未来感等等的。那如果你有要指定颜色的话呢，也可以写上去，但是我觉得颜色要慎用哦，因为有的时候指定的颜色呢不一定会出现在你想要让它出现的地方。那以上我们讲到的3个大项目呢，不一定每个都要写到哦，就只是给大家参考一下而已。那我们接下来呢，来跟大家举个例子，例如说这边呢，我想要生成一个新的迪士尼公主，我就是大概形容一下她的外表是怎样哦，然后风格呢，我设定在西班牙肖像。然后呢，在最后面呢，我又再一次强调说，我想要这个迪士尼 Pixar 的风格。那注意一下呢，每一个 prompt 都要用这个逗号，还有一个空格把它们隔开来哦。那我们这边呢就没有提到颜色或者是氛围感的形容词，就是先简单一点例子示范给大家看哦。那除了 prompts 关键字之外呢，你会看到在最后面的这个横线的东西呢，这些是一些基礎设定哦。AR 3:2这个呢，其实是在设定图片的宽高比。那 AR 呢，指的是 aspect ratio 的简写。那后面呢，我还会再提到更多这类的设定哦。那写好之后呢，我们就来测试一下，把这个迪士尼公主的 prompt 送出去，就是这样子，然后按 Enter。那在 Midjourney 生成图片呢，是需要花一点时间哦，大约是在1分钟内。那它会在画面上显示现在进度的百分比，它就会从像左边这样子一团模糊呢，慢慢开始出现你的主题哦。例如说这边是10%的进度，然后这边呢是30%的进度。那最后完成呢，它就会出现像这样子4张图片。那这个时候呢，你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就是如果你用相同的 prompts 再送出去一次的话呢，它会不会生成一模一样的图片呢？
答案是不会，就是 Midjourney 呢，它用一模一样的关键字是不会重复生成一模一样的图片的，就是你每一批送出去的指令呢，都会产出不一样的结果。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刚刚我们生成的这4张图哦，大家会发现呢，这4张图的风格呢有一点不一样，然后下面呢有8个按钮可以对这4张图进行一些动作。那你会看到这边有一个1到4，有没有？它分别代表的就是上面的这个1、2、3、4。然后呢，我们再来详细的看一下这个 U 跟 V 是什么意思哦。U 代表的呢就是 Upscale， 就是你点下去之后呢，就会让1到4的其中一张升级成完整的大张图片。如果你4张图片都喜欢的话呢，你也可以从 U1 按到 U4， 就是全部都升级这样子。那下面 V 的部分则是代表 Variation， 也就是变化型。按下去之后呢，就可以做出跟刚才1到4非常相似的图片，就是可能构图跟颜色都会一样，就是可能脸啊或者哪一个饰品这些细节呢可能会改掉这样子。那我们就示范给大家看，例如说我现在呢喜欢1号的这一张图，我就按一下这个 U1， 按下去之后呢，它就会像这样子给我一张完整的大图了。那这也可以当成是我们最终成品。那如果你想要把它下载下来的话呢，就可以点进去，然后按右键呢就可以把它储存到我们的电脑里面喽。那我们再回到刚刚的8个按钮，假设我想要按下面的这个 V1 呢来生成第一张图的变化型，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像这样子，我按下去 V1 之后呢，它就会生成这样子的4张图，就跟刚才的第一张非常的像，只是脸啊或者视频有一些不一样这样子。那8个按钮最右边还有一个重来按钮哦，就是如果你今天4张图都不满意的话呢，你就可以点这个重来，它就会生成一模一样的 prompts， 然后另外生成4张完全不一样的图。那像刚才那样子呢，就是一个完整使用 Midjourney 的流程。那平常我们在使用 Midjourney 的时候呢，就是一直重复这个步骤，然后直到它生产出我们满意的图为止哦。像我们刚才说的，它在生成的时候其实是需要花一点时间的，所以你也可以一开始呢就重复送出一模一样的 prompts 很多次，然后让它自己跑这样子。那假设呢，我们今天已经完成了我们的作品，我们就来看一下呢，在官方网站我们刚才有提到这个画廊的部分哦，就是所有做完的作品呢都会同步放在官网的画廊，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部分。在里面其实就会有分一个区域呢是你自己的作品，然后另外一个区域呢是大家的作品。然后假设呢你今天在这个画廊看到别人的画呢觉得非常好看，你也可以把游标放在这个画上面呢，你就会看到别人用了哪一些 prompts， 你就可以把它复制下来，然后用一模一样的 prompts 来生图咯。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讲一些比较进阶的东西呢，来优化这个 Midjourney 生成图片的结果。那 Midjourney 呢其实有非常多的设定哦，那我们今天呢不会带到全部的设定，只会讲几个比较重要的。那要叫出这个设定的界面呢，一样就是在输入栏位呢，我们输入这个斜线，然后它就会跳出这个选单嘛。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去找 Settings。那如果你看不到这个 Settings 的话，你就可以在斜线后面打一个 S， 它应该就会出现这个 Settings 了。接着我们就点选这个项目呢，把它叫到我们的输入栏位里面，然后按 Enter 把它送出。接着呢，它就会跳出这个表单。那这个表单呢，其实就是 Midjourney 的设定界面。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前面2排哦，这2排呢都是创作模式。那在这里面呢，一次只能选一个。那目前我们比较常用到的是这个 MJ Version 4跟 MJ Version 5，那它们的简称分别是 V4 跟 V5。那这个选下去呢，背后其实就是在使用不同的 AI 模型来生图哦。那目前呢，比较新的 V5 模式呢，是大家比较常用的一个模型哦。那它最擅长做的事情呢，就是做出超真实的照片。还有另外一件蛮值得提及的事情呢，就是各位有所不知呢，在上个月 Midjourney 发表 V5 模型之前呢，其实 Midjourney 是不太会画眼睛跟手的。所以呢，在发表 V5 之后呢，大家发现 V5 这个模型画眼睛跟画手指的能力有了大幅的进步。虽然我自己在使用它的时候，觉得它有时候画手还是有一点怪怪的，但是跟以前比呢，真的好非常多。那至于 V4 的部分呢，虽然它做不出非常逼真的照片，但是 V4 呢非常适合用来营造氛围感，它比 V5 呢更有个性一点哦。那这边呢，我想要稍微补充一下这个设定运作的原理哦，就是我们在刚才这个设定界面里面调整的东西呢，都会自动加到你送出的 prompts 后面。例如说呢，我们刚才按下 MJ Version 5创作模式的时候，在我们送出 prompt 的时候呢，机器人就会自动在我们的 prompts 后面加上这个横线V5。或者是呢，我们可以在设定界面就先看到机器人会自动帮我们加哪些料哦，也就是大家荧幕上面看到这个 suffix 的部分。例如说，我今天在设定里面按了这个 MJ Version 4跟下面这个 Style Load 的按钮，按下去之后呢，它就会自动出现这2个选项。那之后，当我送出 prompts 的时候呢，它就会自动以这样子的方式呈现在我的 prompts 后面，就是自动加上去这样子。
那在我们提到下一排比较常用的其他模式例如说最近很红的 Niji 模式。那 Niji 呢，它是专门用来画动漫的例如说我们现在切到 Niji V5呢，然后呢，我们用刚刚迪士尼西班牙公主一模一样的关键字送出去呢，就会看到有没有这边结尾呢，它就自动帮我们加上了一个 Niji 5。然后就会变成日本动漫风格这个效果非常的好。所以呢，创作模式影响真的非常的大就是当你在创作同一个主题的时候呢，也可以切换不同模式来试看看，出来的成果就是会蛮不一样的。除了创作模式之外呢，我们来看一下下面另外一个设定，叫做 Style 值。这个值呢，有点像是在控制 AI 创作的发散的程度Style 值越高呢，成果就会越发散，那 AI 的发挥空间也就越大，也就越有创意。那如果 Style 值越低的话呢，它就会比较按照你给的 prompts 保守的去生成图片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一下一个例子例如说，我们一样用刚刚的迪士尼西班牙公主的 prompt 下去呢，分别测试 style 值高跟低的差别。像是右边的 style 值调高的话呢，它就不会死守在迪士尼角色就会开始出现一些不一样的风格就是已经几乎是完全跳脱迪士尼的风格了。那像是背景这边呢，也都是它自由发挥的部分，因为我们在原本的 prompts 里面是完全没有提到它的背景要是怎样的背景的，所以像是在 style 值高这边呢，它就可以自由发挥。那像左边的 style 值低的部分呢，你看背景是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就是比较朴素然后角色呢也都比较紧贴着我们给它的 Disney Pixar 的这个设定。那我们现在呢 Midjourney 的基础应用教学就差不多告一个段落。那大家呢可能还是会有一个非常大的疑问呢，就是写 prompts 不知道该从何下手例如说，如果你想要做 logo 风格要怎么抓或者是有哪一些词可以使用。所以这边呢我们就要提到另外一个非常强大的工具，也就是 ChatGPT 所以如果你还没有看过上一集我们介绍 ChatGPT 的影片的话呢，可以先点左上角的连结呢，先去了解一下 ChatGPT 是如何运作的。所以接下来呢，当我们不知道该写哪一些 prompts 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求助于 ChatGPT 帮我们写出一些有品质的 prompts 就是角色扮演呢，大家还记得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使用2个步骤呢，来结合 ChatGPT 跟 Midjourney。第一个步骤呢，就是让 ChatGPT 写出 Midjourney 的 prompts。然后我们再把这些 prompts 丢到 Midjourney 来生成图片。那这实际上是要怎么操作呢？首先我们打开 ChatGPT 的页面我们现在呢要来做一个 Midjourney Prompts Generator。我们先开一个新的聊天室，然后给它指定角色扮演那这个角色呢就是要来帮我们制作 Midjourney 可以使用的 prompts。那这个角色扮演的剧本呢，大家可以自由调整不一定要照我的剧本这样子。那这边这个画面就是我给 ChatGPT 聊天室的第一个指令。那这边打一大串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我们来分解一下它的结构那因为 ChatGPT 它是不知道 Midjourney 是怎么运作的它们是2个完全分开独立的 AI 机器人。所以这边呢，我就是要解释给他听，就是我正在用一个图像生成的 AI 呢，叫做 Midjourney， 然后我要你扮演一个生成 Midjourney prompts 的机器。然后下面一句呢，我就是开始解释我的规则就是今天如果我把一个斜线加在一个主题前面的时候呢，你就要按照不同的情况帮我生成符合这个主题的 prompts。然后我就写了一个例子就是假设我输入斜线，然后鞋子商品图，然后下面示范的是我自己写了一大串 Midjourney 可以用的 prompts， 然后就跟刚刚我们结构一样，就是主题然后后面加一些氛围感的用词，然后我的风格呢就是 product photography， 最后呢我们还可以加上相机型号或是拍摄的方式。不过这一大串就只是给 ChatGPT 看的一个例子这样。然后接下来呢，这个 ChatGPT 就回答说他已经准备好了。所以从现在开始呢，我们的创作流程就可以先用 ChatGPT 产出文字的 prompts，然后再把它贴到 Midjourney 里面来生成图片那接下来大家所有看到的例子呢，不管是网页设计或者拟真照片呢，都是使用这个 Generator 产出的 prompts 下去做的。那接下来呢，我就可以开始用斜线加上简单的主题，让它发挥剩下的部分例如说我这边呢说我要做一个新创公司的 logo， 然后要苹果的风格。接着呢，它就给了我5组的 prompts。那如果你自己在用的时候发现它只给你1组或者3组的 prompts 的话呢，你就可以自己跟它要求说你要5组的 prompts。那接着我们就可以从中开始挑选我们比较喜欢的组合例如说呢，我喜欢这个第1组 prompts， 我就把它复制起来，然后把它贴到 Midjourney 里面来生成图片。那送出之后呢，就可以得到类似像画面上面这样子的 logo。那大家有没有发现呢？这很明显 Midjourney 它抓不到 Apple 是一间公司的概念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反馈给 ChatGPT， 就是跟 ChatGPT 讲一下呢，我想要的图片并不是真正的苹果。那这边呢，这个 ChatGPT 就跟我道歉然后下面呢就生成了另外5组并没有提到苹果这个单字的 prompts。那这个时候呢，我再把它复制，然后贴到 Midjourney 里面呢，就不会出现真正的苹果了。做出来的 logo 呢，就是比较正常这样子。
所以这边呢就是 logo 的部分就完成了。那这些呢都是用 V4 模式做出来的哦。那有的时候呢不一定哪一个模式生成出来的就一定比较好看，所以大家可以多多尝试不同的风格。那到这边呢，大家有没有发现呢？就是其实你有什么问题呢，你都要直接跟 ChatGPT 讲。就像我刚才遇到的 Midjourney 认不得苹果这个单字的问题呢，我就可以直接跟 ChatGPT 抱怨这样子。那下一个例子呢，我们来做一下网页设计哦。就是 Midjourney 生成的图片呢，可以用来当成设计网页的模板啊，或是当成美术设定等等的。那一样呢，我们就可以先跟 ChatGPT 大致讲一下我们的主题，然后让它提供一些可用的 prompts。那一样继续呢，就是在刚刚已经设定好角色的这个 ChatGPT 聊天室呢，下面我们一样开始先用斜线，然后后面加上我们的主题。那主题呢，其实如果你习惯的话，也可以用中文输入，然后请它用英文输出哦，就是看你怎样比较习惯。那这个网页设计的主题呢，在经过我自己实际测试之后呢，发现如果你是在 Midjourney 的 prompts 里面输入 website 这个字的话，你生成出来的图片有99%的几率呢会出现真实的装置，就是像画面上面这个左下角的图片一样，就是有一台电脑或者是有一台手机。但是我们今天并不需要装置的图样，我们要的就只有网页而已。那我后来发现呢，必须要使用 web page 这个字，才不会出现真实装置的图片。所以我在跟 ChatGPT 讲我的需求的时候呢，我就跟他先指定说呢，要用 web page 这2个字来称呼 website。那这边呢 ，ChatGPT 就给我3组 prompts， 我就可以都丢到 Midjourney 里面去试看看。然后呢，我也可以切换 V4 跟 V5， 看看哪一个效果比较好。你就可以挑一个你比较喜欢的排版啊，或是风格。假设呢，我喜欢 V5 的右下角的这一张，我就可以按 U4 得到一张大图。那这边呢，这个太阳能系统网页的草图就完成喽。那假设我们今天想要再用这个网站草图呢，再做一个手机 App 版的图片呢，就是一样的风格，可是是在手机上的排版。那要怎样让 Midjourney 参考已经做好的这个现成图片呢？这边呢，我们就要提到另外一种 Midjourney 的使用方法哦，就是呢，在你的 prompts 前面呢，先加上一个 JPG 或是 PNG 的图档网址，就可以让 Midjourney 参考那张图片，然后进而生成相似的图片。所以这边呢，我们需要2个材料哦，第一个就是网页草图的网址，然后第二个呢是网页 App 版的 prompts。所以首先呢，我们就是在 ChatGPT 请它先生成 App 设计的 prompt。那这边呢，其实我就是直接在问题这边呢，直接贴上原本网页版的 prompts 给大家参考，就让它设计一个用字差不多，但是是 App 版的 prompts。然后再来第二个步骤，我们就要取得网页草图的图片网址。那这边呢，就点开我们刚才已经生成好的大图，然后在左下角这边呢，就有一个 Open in Browser。点进去之后呢，当这个图片展开到最大的状态的时候，你就可以点它的网址，然后把它复制下来。这边呢，也要注意一下它的结尾呢，一定要是 PNG 或是 JPG 结尾哦。那搜集好这2个材料之后，我们就回到 Midjourney 来生成图片咯。那在 Prompts 这个栏位里面呢，我们先贴上参考图片的网址，然后按一个空格，然后后面呢就贴上 App 版的 Prompts。就是从 ChatGPT 复制过来这样子，然后我们这样子整个打包送出。那这边呢，就是我觉得最后成果还不错的2个 App 版的草图，就是跟原本网页版的设计语言啊，或是色调是一样的。那这些图片呢，其实都可以用在设计提案的阶段哦，就是还蛮好用的这样子。那再来我们就进到下一个例子呢，我们要来生成拟真照片哦。那这个部分呢，其实 V5 模式表现是会最好的，像是荧幕上面的图片呢，跟接下来看到的图片都是使用 V5 模式搭配 ChatGPT 生成出来的。那在一开始呢，你就可以自己先定好说你想要拍的照片种类是怎样，例如说街头摄影呢，还是电影剧照呢，都可以跟 ChatGPT 讲。例如说，第一个，我们先来做一个有意境的电影剧照，就是先请 ChatGPT 人物特写一个老太太，然后加上一些关键字，例如说电影剧照啊、广角之类的字眼。然后下面呢，这个 ChatGPT 就会加油添醋哦，就是把这个意境呢营造得更完整。那现在呢，是为了这个画面整洁哦，那么不然它原本下面是还有多生出2组不同的 prompts。最后我们就选一组满意的 prompts， 然后把它丢到 Midjourney 里面呢，就会生成出来左边的这4张图，就是差不多风格这样子。而且仔细看，好像还都是同一个人哎，是不是非常的有电影感呢？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我们比较喜欢的一张呢升级成右边的大图。那现在假设我们人物场景不变呢，直接变成街头摄影一样的，我们先用 ChatGPT 生成 prompts。那这边注意一下呢，我请它自由发挥相机型号跟摄影师。那摄影师的部分呢，就会参考它的风格，然后生成类似的摄影风格。那并不是说这张图真的是那个摄影师拍的。那这边呢，就是 ChatGPT 它自由发挥生出来的 prompts。那因为它每一组 prompts 都会有不同的相机型号跟摄影师的结合，所以贴到 Midjourney 里面呢，就会出现差异比较大的成果，然后
构图也不太一样。那利用这种不指定相机跟摄影师的方式呢，就可以有非常多的玩法，而且不只是相机跟摄影师，其他种类的图片也可以用 ChatGPT 来自由发挥哦。例如说电影导演啊、插画家啊，或是漫画家等等的。那我们刚刚呢是艺人独造，现在呢我们来试看看街拍一群台湾青少年哦。然后这边呢我们一样就是请 ChatGPT 自由发挥相机跟摄影师，然后接着呢我就挑一组，然后把它贴到 Midjourney 来生成图片咯。接着它就生成了左边的这一组图片，那虽然说蛮有感觉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穿的衣服就是有一点年代感的那种感觉，有没有？所以我就回到 ChatGPT 呢，请他调整一下他们的服装哦，就是请他们穿一些比较时尚的服装，这样就变成了右边的图片，然后大家看到的就是比较有现代感的感觉。那这样子完成的多人照片的效果也是还蛮不错的哦，但是有一个小小的缺点呢，就是现在 V5 模式它的人物的视线呢，有的时候还是会乱飘哦。例如说我们看到右边的这张图呢，最左边的这个男生就是不知道在看哪里哦，然后仔细看呢，其实右二这个女生呢，她也是没有在看镜头的，所以呢，就是现在 Midjourney 有这样一个小小的缺点，先告知大家一下。那看完人物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自然景观风景照。你可以自己指定地点啊，或者直接跟他讲你想要看哪边的自然景观。那这个部分小小遗憾的呢，就是 Midjourney V5 生成的图片呢，它的解析度没有到非常的好。不过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其实也可以透过第三方的 App 来强化它的解析度啦。那风景图的部分呢，我们一样也是先让 ChatGPT 来润饰一下我们的 prompts， 然后请它生成有山有海的台湾风景照哦。那到 Midjourney 里面呢，这边我们用了2个模型来生成一样的 prompts， 大家呢看一下，你们比较喜欢哪一边呢？那 V4 这边呢，虽然它非常的美，但是仔细看呢，会觉得它有一点假假的感觉，好像是滤镜套过重的那种感觉，有没有？就是修图修过头，然后蛮适合拿来当桌布的那种感觉。然后右边的这个 V5 呢，就真的很像真实的照片，就是好像不知道在哪一个台湾的秘境拍的那种感觉。那最后呢，我2个模型都生成了一张大图，就是如果这2张图放在网络上，然后你不说的话，我就会真的以为它是人拍的这样子。那最后我们来尝试生成不指定地点的自然景观，就是我直接用一个非常笼统的单字跟他讲说我要自然景观这样子。那这边大家看到这4张图呢是 V4 的成果，就是比较戏剧性一点，但是效果真的是做的满分哦，就是每一张都很有故事性的那种感觉。那接下来4张图呢是用 V5 模型做出来的，就真的很像拍出来的照片。当然啊，这4张图使用的这个 prompts 可能都不一样哦，所以呢，利用 ChatGPT 跟 Midjourney 的这个组合呢，可以发挥的空间真的非常的大，只怕我们自己没有创意而已。到这边呢，我们 Midjourney 的主要用法就差不多解说完毕喽。那我们再来稍微小小的回顾一下我们刚才讲到的一些 Midjourney 的内容哦。要使用 Midjourney 生成图片呢，就是使用文字输入的方式呢，让它把我们提供的 prompts 转成图片。那这个 prompts 呢，就有点像是我们做菜的材料哦。那主要呢可以分成3类可以输入的内容。第一个是主题与背景，风格与媒介，第3个是颜色与氛围。那这些材料呢，不一定是越多越好哦，就是大家呢要不断的尝试怎样组合比较符合你的胃口。那有些人呢也会崇尚小小的 prompts 带给 Midjourney 比较大的发挥空间。那有一些人呢比较喜欢多一点 prompts 给予这个图片更多的细节。所以就是青菜萝卜各有所好咯。那再来下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有提到 Midjourney 的设定界面哦，它最重要的就是创作模式的切换。那每个模式它擅长的风格呢也不太一样哦，就是看你是想要例如说超拟真风格呢，还是动漫风格，都可以在不同的模式切换，看看哪一个效果是最好的。最后呢，我们还有提到就是搭配 ChatGPT 可以让它快速的润饰你的 prompts， 然后呢，你也可以跟它沟通说你在 Midjourney 最后想要呈现的结果是怎样。那这个 ChatGPT 就可以加速整个生图的流程哦。那再来呢，我们就要讲到这个付费的部分哦。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月付方案。现在大家看到画面上面主要是有3个方案哦。第一个是10块美金，大约是台币300块。那这个是1个月的价格。那订阅之后呢，你1个月大约可以使用200张图片的额度。那这边呢也要讲到 Midjourney 它计算额度的方式其
其实是你算图所使用的时间，所以不一定是刚好200张图。例如说你今天的图片都是一些比较简单，然后档案比较小的图片的话呢，你就可以生成超过200张图。所以建议大家呢，都是可以先从这个10块美金开始玩玩看。再来第二个呢，就是它是可以商用的哦，就是 Midjourney 它除了免费试用之外呢，所有图片都是可以拿来商用的。那再来我们看到这个30块美金1个月的部分哦，它最大的特色呢，就是它不限制你1个月可以生成多少张图片。但是呢，它有一个但书，就是15个小时的快速生成时间。就是 Midjourney 它有一个蛮特殊的机制呢，叫做 Fast Hour 跟 Relax Hour。就是 Fast Hour 当然是比较快的，会产出你需要的图片。当你生产超过15个小时的生成时间的时候呢，就会变成 Relax Hour， 它就会变成比较慢才生成你要的图片这样子。但是15个小时其实是还蛮多的啦。然后这15个小时如果不够用的话呢，你也可以再加购这样。那最后一个 Pro 方案呢是60块美金，那它最大的区别呢是在于这个方案有隐身功能，也就是呢可以把你生成图片设为不公开哦。那这样呢就是只有你自己看得到你自己的作品，因为我们不是有说呢 Midjourney 最后作品都会放在官方画廊吗？就是只要有你的使用者 ID 呢，其实就可以查到你的作品。但是呢使用这个隐身模式就可以把你的作品设为不公开，就是例如说你生成的是比较机密性的内容呢，可能就需要这样子的功能。例如说游戏创作公司内部如果在使用 Midjourney 的话呢，就一定要使用到这个功能哦。另外呢，其他 Pro 方案的福利，例如说它的 Fast Hour 就有更多，有3个小时的额度，那不够呢也是可以加购这样子。那另外一个我刚刚没有提到的呢，就是前面2个方案最多就是可以同时跑3个任务，就是同时生成3个图片。那 Pro 方案呢，最多是可以12组任务同时在跑哦。所以总体来说呢， Pro 最大的区别就是它可以设定不公开，然后 Fast Hour 更多，还有同时执行12组任务这样子。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年付方案的部分哦，它基本上就是打8折，每一个方案都打8折这样，但是你一次就要付1整年的费用。那再来呢，我们讲到私人空间的部分。要怎样在这个 ChatGPT 上面建立自己私人创作的空间呢？第一个就是创立伺服器，就是在左边这边有个加号呢，就是建立你自己的伺服器哦。然后这边呢 ，Join the server， 你就可以创立一个伺服器。那你创立完毕之后呢，我们先回到 Midjourney 的伺服器里面，然后我们点一下右上角的这个 Member List 里面呢，我们去找到 Midjourney Bot， 点下去。然后接着呢，这边有一个 Add to Server， 接着在这个 Server 这边呢，我们就选择我们刚刚创立的那个 Server 就可以了。那把它加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在自己的频道这边输入栏直接开始生成我们要的图片了。那再来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我们可以直接找这个 Midjourney Bot， 然后直接在下面这个 Message 这边呢，直接开始跟它对谈，它就会变成 DM 里面的一个私人讯息。那在私人讯息里面呢，你就可以直接开始生图。那这是第二种方式。接下来我们要提到另外一个 Midjourney 的双胞胎，叫做 Midjourney。那这个 Midjourney 呢，它其实是专攻动漫的一个 AI 机器人，就是你在上面打任何文字呢，它都会帮你生成日本动漫风格的图片。而且最重要的呢，就是它接受中文输入哦。像是这边大家画面上面看到呢，我就是又用了那个西班牙迪士尼公主的这个 prompts 把它输入进去呢，它就会出现这4张图片，然后效果非常的好，就是真的很像迪士尼皮克斯的那种感觉。那我们稍微介绍一下它跟 Midjourney 是差在哪里哦，就是你在网络上面打 Midjourney 之后，你就会进到这个网站，然后你往下滑呢，它会要你去加入另外一个 Discord 的社群。那加入的方式呢，就是一模一样。它就会进到这个 server 里面。进来之后呢，你一样可以开始在这边生图，然后你也可以直接跟这个 Midjourney Bot 直接跟它对话也可以。使用的方式呢，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只是最大的差别就是它是可以用中文的，然后它生出的图片呢也都是日本动漫风。最后来讲一下免费试用的替代软体哦，就是如果你今天真的很舍不得花下这10块美金去玩玩看 Midjourney 的话呢，你也可以先从其他的替代的第三方 App 来试看看。那这2个网站使用方式可以说是跟 Midjourney 是差不多的，就是它都会有一个 prompt 的栏位，然后里面你就可以输入你要的关键字主题。那再来第3个替代软体呢，就是 Bing Image Creator， 就是你进到 Bing 的网页呢，你可以去找这个 Image Creator， 然后一样呢，就是输入 prompt 之后呢，它就会帮你产出图片。但是我自己实际测试之后呢，我觉得 Bing 它的生成速度真的是有一点偏慢哦。
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完整的 Midjourney 教学咯。希望大家呢都有玩得开心，而且这个软体呢是会上瘾的，因为真的就觉得它生成出来的图片真的好好看哦，然后每个都好美这样子，然后每个领域都想要尝试看看。其实我觉得搭配 ChatGPT 又更好玩了。那如果有任何 Midjourney 相关的更新啊，或者好用的 AI 工具呢，我也会做成影片上传到我们的频道。所以如果你不想错过的话呢，记得订阅我们频道，还有按下小叮当才可以接到通知哦。另外呢，一些最新资讯跟生活类的内容呢，我都会放在 Instagram，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追踪哦。好，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这边，我们下部影片再见喽，拜拜。